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7岁王一博，乐华股东有2个巨头，捧他当95后影帝。27岁的王一博这几年在电影圈算得上如鱼得水，如意影视与他合作了3部电影，还有1部电视剧。如意影业总裁陈芷溪目前与乐华是长期合作的关系。如意影视在股市上一战成名，这家公司收购万达的一些股份，陈芷溪成为万达影业的 CEO。如意从2008年投资影视剧，通过你好，李焕英在电影圈站稳脚跟，可以说是电影圈的新贵。如意眼下不光有出品公司，还有万达电影院线的资源。如意背后还有大股东腾讯，而腾讯自己还有新力和阅文，可以说如意是影视圈发展最好的后起之秀。2008年华谊、光线等公司先后在 A 股上市，博纳还打算赴美上市。柯立明将手中的广告公司转型成为影视投资公司，之后投资了铁齿铜牙纪晓岚4和琅琊榜等爆款，也要全力准备上市。当时影视圈兴旺发达，各大资本纷纷入场。如意2014年差一点上市，游戏公司天神娱乐收购了如意影业49%的股份，自此如意市值翻番，同时进入了电影投资的圈子。天神娱乐背后的原始股东，资历深厚的光线传媒，如意跟着老大光线，顺利投资了缝纫机乐队和动物世界等电影。虽然之后双方不再合作，但是如意接触到了光线电影的人脉，挖掘了不少人才。如意2016年入股了火龙果影视，这家公司的大股东是韩延影视，正是动物世界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导演。2020年陈芷溪成为火龙果的股东，之后韩延工作室退股，1年后陈芷溪也退股，同时成为如意影业的总经理。如意在陈芷溪掌管前只做影视投资，而陈芷溪上任后开始了做主控项目，从你好、李焕英到保你平安和热烈，如意完成了闭环。之后加上恒大与腾讯的支持，目前腾讯成为了如意的大股东。如意不光发展了投资人，拉来巨头入股，同时自己也入股了一些经纪公司。乐华之前的股东有嘉实国际和蓝色光标，还有猫眼娱乐。之后如意和安踏董事长也加入了，还有一个好赞资产管理。现在如意是乐华的大股东之一。王一博走红后进入电影圈，乐华能提供的资源大部分与股东相关。王一博成为安踏的全球代言人，如意、腾讯与猫眼、阿里2大巨头可以一起为王一博提供资源。陈芷溪手中有很强的人脉，他一手发掘了不少新锐导演，像程耳早年拍《边境风云》，以及徐峥出道作品《人在囧途之泰囧》，后来大鹏拍《煎饼侠》等，他都有一定的扶持。无名和人鱼的投资方博纳和乐华有一个共同的股东阿里，王一博还参与了《这就是街舞》。如意背后还有一名大佬，柯明利和陈芷溪是新一代强者，而这位大佬是大前辈，与韩三平是同事和朋友，曾当过阿里影业的高管。如意有各大资本的组局，还有很强的制作能力。其实现在电影圈已经过了全盛时期，如意扶持的导演大鹏、贾玲等均为现实喜剧题材，投资并不算大。如意在电影方面一直是稳扎稳打，坚决不会过于急功近利。视频平台实在烧钱，优爱腾其实很难在这方面盈利，而电影是风险很高的投资，现在电影圈都不敢投大项目，
都是要求核算好成本。如意目前在构建从制作到电影院线到宣发的产业链，在电影方面大张旗鼓，似乎有当领头羊的架势。王一博走红后资源不断，却始终没有与知名大导演合作过，主要是背后资本与老一代的电影圈子关联不多。可以说如意给王一博推的资源、合作的导演编剧等，都是未来的潜力股，10年后他们会是中流砥柱。如意属于背靠大厂发展的，非常具有互联网思维，网感是特别强的，很会营销和造势，不同于传统的京圈、港圈、西北圈和沪圈，互联网扶持起来的电影新势力，有其独特的优势。王一博毕竟才27岁，合作新兴的导演们，其实势力大于弊的，毕竟10年后他才37岁，对于电影圈男演员来说，还是一个黄金岁数。很多网友好奇为什么王一博这么年轻，又不着急转型，为什么不多拍点古偶和现偶，稳固自己的流量？其实这也是双向选择的原理。王一博本人就不太想拍偶像剧，很希望早一点转型。他目前已经是顶流了，再拍偶像剧增加人气也没有必要了，还不如趁着最火的时候接别的资源早一点转型。另外，乐华由于是爱豆公司，当红的演员并不多，目前只有王一博出头了，别人也没有捧起来，自然资本也总找他一个。电影导演是可以调教演员的演技，每天10小时可以只拍10分钟的镜头，导演可以慢慢磨练演员，电视剧肯定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。一个年轻演员如果早一点有好的电影导演调教，对个人的演技提升是有显著的效果。比如张曼玉在遇到王家卫之前，全是甜心花瓶的角色，没人说她的演技好，但合作王家卫之后，她的演技才被人看到。林青霞在遇到徐克之后，通过东方不败彻底转型成功，现在电影圈青黄不接，不少年轻演员都想拍电影，哪怕是降片酬都行，免费客串也可以。王一博算是比较幸运了，即使没有合作张艺谋、陈凯歌这样的知名大导演，像程耳这种学院派，对他的指导也是有大作用的。程耳被称为下一个王家卫，很多演员都想和他合作，当初无名都是梁朝伟自荐的，他的作品不多，但每一部都很精良。程耳目前也备受各大资本的看好，他的电影主要是文艺片，票房虽然比不上商业大片，但他极有希望冲国际奖项。人鱼目前备受看好，说不定会爆冷拿一个戛纳或威尼斯。电影圈的资本会先捧导演，其实电影圈导演就是金字招牌，然后是找有扛票房能力的主演，顺带再捧一下新人，安排一个配角试水。未来5年电影圈会捧一批新人导演、编剧和演员出来。其实对于所有线上演员来说，这几年进电影圈是一个好时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